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区块链行业的人才培养这一各位十分关注的话题进行一场圆桌讨论。让我们再次有请圆桌讨论的各位嘉宾 ：CSDN 首席技术官陈玉龙先生、BSV 区块链中国站负责人李惠子女士，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区块链协会会长秦庆先生共同上台，开启本轮圆桌讨论。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3位，有请。好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哈，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红利。其实呢，就是像我本身作为80后的话，我是已经感受到来自于我这个年代的红利给我带来的一些福祉吧。我们知道，就是在2000年左右，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互联网红利期，国内的 BAT 都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然后呢，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属于是什么？就是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又有很多这种手机 app 崛起了，对吧？然后我们知道，现在呢，如果说在技术领域有什么大的创新和这种就是大的技术红利的话，那毫无疑问肯定就是区块链了。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我觉得就大家已经站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口。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来问一下，因为秦秦这边的话，现在就是还在学校里面，对吧？我们秦博士。然后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想要把握住这波红利，要想投身到整个区块链行业里面来，你觉得对大家来说就是有什么障碍或者说困难？好的，那我今天就仅代表一下年轻人，然后来阐述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秦庆，目前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区块链协会的会长。我们中科大学生区块链协会呢，主要目前有300多位会员，然后来自的专业都比较多，比如说有大数据、有软件工程、有计算机科学、网络空间安全、金融、法律等等，是一个跨专业、跨学院的一个社团。那么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社团的运营过程中呢，主要是通过这种讲座、通过比赛、通过这种兴趣小组，还有一些申请课题的形式来完成技术交流和学习。在整个运作的过程中啊，我们就发现，其实像陈总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可以总结出来2个痛点或者2个困境。那首先，对于我们这个开发者或者是技术爱好者这个我们个人来说，很多同学参加这个社团或者是参加这些项目和课题，他更多的是想就是积累自己的一个经验，这样他就会往往他习惯于参加各种项目。那么他各种项目积累这种经验，他就觉得我项目参加的多，那我这个经验积累的就多，然后我写在简历上就特别好看。但是事实上，他其实这样的一个参与形式，并没有真正的学习到东西。它相反，如果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基础设施领域，然后他专注于数学、密码学、共识算法、安全协议这一块的研究，或者说在这种那个业务层，他专注于这个智能合约的设计，或者在客户端，他专注于这个客户端的研发。其实这样往往的学习可能更有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对于整个区块链的产业来讲。就是因为目前很多的学习者在接触到区块链产业中呢，会发现这个产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同时呢也存在着大量的知识信息，每天都在快速迭代。然后我可能每一天都会有新的这个知识点和热点的出现，那如果你不保持一个积极学习的态度，可能就跟不上。而且目前这个产业中呢，尚未就或者说很少存在这种统一或者标准化的业务或者参数，那么就导致很多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他有很多的认知不明确、不清晰。所以我觉得这2个问题，可能从产业，可能从我们个人来讲，是我们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其实我刚刚要总结一下的，主要就是一个是很难系统，再一个技术更新迭代太快，而且呢，就是大家真正去面向具体要动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庞杂而不专精，对吧？对。那惠子呢，在这方面？因为跟秦庆认识也是因为之前有去中科大去做过一些校外的讲座，校外嘉宾进校园的讲座。那跟人民大学呢也参与过非常多次，我能感觉到困境非常多。像刚才秦庆同学说的这些问题，也是我刚刚入行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希望能够快速进入到工作的正轨的。然而我却找不到真正的就是高效学习、准确的这些信息。那可能很多人跟秦庆和我的路径是一样的，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帖子、文章。CSDN 有非常多的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帖子。
那么如何让真正的学习者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的学习，这个一定是所有学习新技术人的一个困境。那我们想象一下10年前那些做人工智能的人，对吧？他们其实10年前也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有效的技术文档和学习路径。那这个我是觉得是真正想推动这个行业的企业和机构的一点点的社会责任感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跟 CSDN 去合作，推动做这个标准化的认证学习内容，包括做一些这种真正脚踏实地地推的，像大学生、像创新者们的这样子的地推的活动。第二呢，我觉得之前可能是困境，但是我现在发现最近1、2年已经好很多了。比如说，包括秦庆的学校也有教授是专门现在专攻区块链这个领域。那人民大学现在专注于区块链领域的教授也非常的多。我之前去这2所学校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很早就开设了区块链的课程，已经开始走在了前沿，就是这种一流院校的学生们非常的幸运啊，就很早就走在了前沿。那他们的学习比别人起步早，如果再有一些教授们很好的引导，再包括像CSDN 的这样子的专业的这种平台，或者是像我们公司这样子的这种企业，能够一起跟高校、跟一些培训机构一起联合推动整个行业技术学习、培训、教育这样子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马上就会步入正轨，就会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我觉得刚刚惠子提到了有一点，这个是真的我们本次大会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本次来了很多就是关于学术界的朋友们，而且呢，就是对于人才培养的话，其实在学术领域，在高校里面，这一定是第一战场，对吧？然后呢，我们 CSDN 平台呢，就是好处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刚刚惠子也提到 ，CSDN 上面也有很多博客，对吧？然后对于秦庆同学，其实我们昨天也聊过一些东西。然后我后来回去之后仔细看了一下我们 CSDN 上面的博客，确确实实。然后有一个困扰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学区块链，其实有一个不太对的地方，叫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搜博客，很多人就从区块链的原理开始给你讲起。那么实际上呢，最早期的类似于原始的比特币网络的话，它并没有去分层，所以它整个软件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序。那作为这一个应用程序，你在投入使用的时候，你可能要了解它全部的原理。但现在呢，区块链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了，对吧？我们说公链或者联盟链，它已经成为一种基础设施。而现在的我们的区块链创新人才的话，其实也应该跟我们的外部开发一样，也应该进行分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现在去做什么类似于淘宝、京东这样的电商，如果是一个程序员把所有东西全写出来，这根本就不现实，对吧？所以说，那么在未来，如果说区块链我们也要做出更复杂的应用、更大型的项目的话，它可能有人专门从事基础设施研发。就像刚刚秦宁说的，很多同学一开始对于数学啊，或者对于算法、密码学比较有研究，他可能去研究共识算法，这一块的话，他是制造轮子的人，所以这应该有一部分用户参加。而像惠子这边呢，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对吧？而大量的业务创新，大量的需要有应用场景落地的时候，那每个人都需要去制造轮子吗？其实我们主张是不要重复制造轮子，对不对？因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部分的区块链从业者以及很多希望从事区块链开发的这样的一类人才，他是不是可以去学一下基础设施的这种环境工具的使用和搭建？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去学习尝试编写智能合约。那么能够把任何业务通过智能合约，然后部署到区块链上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我们整个区块链生态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应用如果要能够普惠的话，那不能是每个人都自己去浏览区块链的原始数据，对吧？肯定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手机 app， 然后做相应的外部站点，然后呢连接我们的智能合约去查看我们的数据，对不对？所以应用开发、客户端开发这个也是区块链行业里面大量需求的人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区块链的人才进行分层来看待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再来做区块链行业的人才培养就会容易得多。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目标。我们能够有多少人是去从事客户端开发的？有多少人是专门从事智能合约编写的？那如果智能合约编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依靠惠子这边了。我不知道惠子这边对于如果说我们专门做这种业务创新的智能合约编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支持？今天呢，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个演讲嘉宾，他呢就已经是在BSV 区块链上做出了智能合约的高级语言，IDE 已经发出了版本已经发出了很长时间。其实他可以给大家去讲解、
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它用起来也可以像所有程序员已经熟悉使用的高级语言这种编程的方式，然后快速的去部署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快速的在一些测试环境当中去测试。当然，我们之后的这个整个的培训的这个路径，还有重点也会放在像您刚才说的，第一就是前端的这一部分，就是如何让前端工程师能够快速的去使用后台的这个区块链基础设施，然后呢部署出来前端的真实的产品。另外呢就是负责处理这个业务逻辑的，然后呢如何使用智能合约去赋能它现有的这些业务逻辑。是的，这肯定是我们重点的2个板块。其实啊，就是晴晴，我问一下你啊，好像你在学校里面带了有多少300多号人是吧？对对，我们你们社团300多号人。那么你们之前有就是规划大家就是学习掌握区块链技术，有考虑过这样的分层吗？对，之前是没有，后来就慢慢的在整个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做比赛、做 hackathon， 然后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出一个 demo，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了很多的，比如说溯源系统我们也做过，然后学历认证管理，还有那种区块链的寻人，这包括等等，然后我们就感觉这种分层的形式可能是更好的，或者是更适合学生或者快速开发者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然后我们可以后期花时间来不断的打磨完善，但是前期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就是做一个 demo 或者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的，就是说在我们区块链领域里面，其实也需要一部分类似于C5的全站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其实比例不用多，而更多的从业者加入进来，才能整个激活这个行业，才能满足我们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对人才进行分层，一旦分层之后，就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了，什么呢？就是能够制定我们这个行业人才的能力标准。可能你要做基础设施的时候，我就要求你要懂密码学，你要有很好的数学功底，你要掌握一门能够操作数据的编程语言，比如说类似于 C++、Go 语言，对吧？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做基础设施。那如果你要专门去做，就是关于存储和网络这一块的，可能你需要懂得计算机网络编程技术，你要能够懂得就是分片和存储技术，对吧？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一个工程师的标准能力给制定出来。同样的，那如果说我们选择使用 BSV 作为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对于就是区块链的工具、环境搭建、模拟器以及我们的最终的智能合约的部署，你对整个工作流程和环节以及规范，你必须要非常清晰。那如果说像惠子刚刚提到的前端工程师的话，那么除了传统前端工程师需要掌握的这些技能，比如说JS 啊，包括一些就是 native script 之外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比如说我如何来调用智能合约，如何来使用一些标准的协议，使用后台的工具提供的服务。所以把这个能力制定出来之后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包括我们的高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有一套可以参考的标准，直接用于实施和教学？而每一个去学习这个行业的，就是想要参与进来的年轻人，他是不是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当然，如果说想要验证一下自己能力够不够，是不是真的可以干活的话，哎，还可以来考一个我们的微认证。对。是的。当然打一个软广告哈。当然，就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是我们整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经过这么多年经验，我们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也包括晴晴这边他们带领社团的学生在开发项目的时候也是实实在在遇到困难，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了，就可能刚刚我们探讨出来的这点经验。那么呢，现状是可能大家还是一片混沌，所有人从零开始，从基础原理开始学习，但是我们相信经过半年到1年的发展。那么可能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明年我们下一届的这个开发者大会的时候，说不定就有很多已经有分工明确的，比如说啊，我是做基础设施的，那我是做前端应用的，那我是专门写智能合约的，这样的有不同级别的工程师也会来到我们的会场。所以呢，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晴晴，然后如果说以前大家没有做分层的话，那么假设哈，就是你现在会议结束之后，你要回到了你们学校之后，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开始这样的工作？对，我觉得可能是我要召集开一个社团大会了，我可能要把同学们聚集起来，然后根据大家的兴趣和大家的一个喜好，包括大家将来对自己的发展方向的规划，是要去工作，还是要去准备去创业，还是要去其他的工作岗位儿？那这样根据他将来的一个工作发展规划，他来设定自己的一个兴趣，包括他在兴趣小组内，然后包括在每一个项目课题中他的一个角色的位置。好的，然后呢，刚刚我们指的就是纯开发方向，对吧？对。但实际上，区块链人才的话，我们只有开发方向缺人吗？惠子？
我觉得开发呢是缺人，但是开发要有目标，对吧？我们不是为了是开发一个产品和开发一个服务而去敲代码，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产品、服务、商业场景或者是一种模式，新的创新模式而去做开发。所以我感觉在区块链的领域，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那些做开发、敲代码的这样子的人，其实我们也很需要那些开发新领域、发现一些这种新的业务模式、新的场景这样的人才，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叫创新者，或者是新技术的建设者。那就有点像，如果我们想到90年代的时候，互联网刚刚有，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听过这个词，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是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去买东西啊，你点点手机，东西就送到家门口了，很多人是想象不到的。那我们现阶段就很需要一些像是在90年代能够想到这些东西的人。对，我觉得会就是真正的创新者。是的，或者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哈，我们说开发人才始终是一部分。如果从整个互联网上来说，我们知道 CS 链现在的注册会员才3300万，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有10亿都在上网，对吧？所以区块链行业我们觉得可能未来还有一个缺口更大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区块链应用要能够落地创新，要有一些实际的产业能够使用上区块链的技术，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些效率上的提升或者带来一些变革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就是产业型人才，需要一些行业专业领域里面的人才能够加入进来。一方面，他们要能够理解区块链的一些底层技术到底能为他们来带来一些什么；另一方面呢，他们要思考自己的业务如何能和区块链技术相结合。而这一类呢，可能是偏管理、偏策划类的这样人才，他们可能不需要自己亲自编写代码，但是呢，他们可能需要能够提供一些这种策划或者创造能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可能区块链行业也需要有专门的区块链行业产品经理，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创造出更优秀的这种产品。如果只有产生了优秀的产品之后，才有可能造福更多人，让更多的行业发生变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晴晴，你的社团里面300多人都是适合开发的吗？也并不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它是一个跨学院、跨专业的很多人才在这里，所以我刚刚就觉得又给我陈总您又给了我一点启示，我觉得可以，我们到时候在社团里有人可以给自己定位成就是那种战略科学家，就是战略思维的一个制定者，然后呢，有的人的话可能是做理论基础，做一些理论研究，发一些 paper， 然后做一些理论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研究，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工程师，然后具体的就是把这些理论家还有战略科学家他们的一些规划给它落地做执行。我觉得这个三者可能需要一个多方面关联的一个关系。对。OK， 所以呢，我们通过刚刚的探讨，我们找到了2类，一类是开发人才，一类是策划或者叫产品类人才哈。对。其实呢，在这边的话，由于昨天晚上我们还跟圈内的朋友，然后也讨论的东西，知道今天要开会，然后呢，昨天临时又激发了，就是我的另一个想法，这里呢也可以在借助大会给大家提出来，因为区块链人才里面，可能将来还会稀缺一类非常特殊的人才，哪一类人才呢？我们叫做审计类人才。这类人才呢，可能就是现在年轻人接触的不太多哈，但是如果说是做过公司上市或者有参与过资本运作的，可能就会知道，现在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大量的公链和基础设施甚至是每个月都会有几个明星项目产生，对吧？但是呢，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知道，就区块链项目和传统软件开发不太一样的，就是传统软件开发，我们可以不断的通过迭代，我们精益创业，不断的来迭代产品，可能我们每2个星期发布一个版本都可以。但区块链的项目有个特点，我们知道区块链的特点是什么？不可篡改，一旦上线不可篡改。那如果说区块链里面有什么漏洞，当然如果作为一条基础设施有漏洞的话，我们只有通过什么？通过打补丁、通过分叉等等方式可以去完善它，对吧？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做的应用、创造的业务模式、部署的智能合约要是有漏洞，这个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如果一个智能合约本身有缺陷，有可能给企业或者给相关产业造成巨大的损失。那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在上市公司里面，财务是有专门的会计事务所，有注会去参与审计的。那么智能合约呢，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如果说本身对于智能合约、对于编程、对于数据、对于网络安全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发布的智能合约会有漏洞。而智能合约的审计这一类审计人才，很有可能够诞生类似于就是4大会计事务所这样的机构。当然，4大会计事务所我们知道它还是中心化的机构。那如果用区块链技术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在将来能够
去培养出一批什么这种专门给大家做区块链智能合约审计的这样一类人才，而且这一类人才的话，我相信他们未来的收入一定不会比这些注会低。所以关于这一块的话，那么肯定我们还是需要惠子这边能够提供充分的支持了。我比你更乐观一点，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很多新的行业，我们现阶段都无法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再过3年、5年，就是因为这一个新技术而带来多少全新的岗位、全新的技能要求。所以我觉得，虽然愿景很好、很广阔，但是我们现阶段就是脚踏实地，能够帮助年轻一代，让他们这个有希望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接触到最好最先进的技术。再过3年5年，世界就是他们主导的了。好的，那么呢，就是关于我们区块链行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的话，那么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抛出来的这3点的话，应该是能够给现在想要加入到行业的年轻人给到一定的启示。而且作为就是不管是今天在场的，还是说通过我们远程直播来观看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高校合作的学校，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就是帮助大家一起共同制定出的这种人才标准、这种能力图谱之下，能够让大家更快、更顺利的进入我们的行业。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有收获了。